大家好，左侧新增的美化种植草，虽然已经追种了小青龙辣椒与冰后结球莴苣不过生长的速度还无法上片这一旁的青花笋比较早移植的6棵，已经有要开花的现象。没有盖上网子的结果呢，肉眼直接可见虽然说感觉今年的天气因素，叶菜蛾的数量比较少，不过还是难逃一劫当然，菜青虫既然被发现了，也是在劫难逃而右侧的蒜头，因为种植时遇到雨水期，土壤比较湿黏，也只能硬着头皮先行种上。杂草的问题，只要有一段长时间不下雨，采用事后补救除草，只要方法顺手，其实也不需要很久这会种植在水池旁，其实也有仿照家庭田间种植的方式有很多稻田灌溉河道经过旁呢，都有预留水利地感觉就像很宽的田埂会时常被拿来利用种植蒜头或是花生。现在这环绕水池右侧除了地势更高，种植前土里还埋了大坪跟水中淤泥生长的状况明显比较粗壮而部分出现倒塌的现象，就是隔壁小黑喜欢躺在上面学种菜在进行追赶生长进度前，先来看一下草木灰土的材料。这些砍下的柏树比较细小的枝条已经处理成草木灰土比较粗壮的树枝呢，除了得晒得更干，大概得使用大型火箭炉安排才会比较快至于一旁崩落的斜坡，则是集3人之力进行了补救加强，至少应该可以撑住很久了。特别想呈现这小段影片的原因，只是想说，只要接触尝试过不同的材料特性要应用时随时都可能派上用场。而修补好这块斜坡后呢，我婶婶还特别拿了古董级的菜柜门问说该如何修复瞬间想到过往呢，我阿嬷拿电锅要让设计晶片的修理还说念电机系的修电锅应该是很容易才对清理掉杂草后，因为有下了雨，蒜头种植又靠近水池草木灰土就不再加水使用，采用直接铺设，避免土壤过于潮湿，也方便让草木灰土帮忙控水控肥所以铺设完成后，也不用进行浇水的动作。而整套的补救措施得事先想好想好流程后需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变少一些反正能省就省就连草木灰土也没撒在外侧的两旁，这等下雨留给雨水冲刷就好。而在清理这些蒜头间的杂草时，其实遇到了一点困扰。为了快速方便，原本铺设的稻梗大都也都伴随着杂草顺道被拉掉不过这事先已经有想好补救的办法，这也是日前为何会下田收集了10袋隧道梗的用意隧道梗要回铺会比长的稻草容易，而隧道梗收集时取中下段的部位，除了比较粗撑得久，更可当有机质使用铺设时采分撒的方式又更容易另外，由于家庭种植的蒜头很多是种植在稻田旁，这会遇到新时代的问题，无人机无人机施肥或是喷药时，旋转的风向很容易把稻草卷吹走。在冬天时不进行补救问题不大，但是天气转热后，若是种植在湿黏的土壤板结的速度会非常快。此时蒜头已经成型土壤变得非常硬之外，水一浇就会流掉。
现在直接回铺隧道梗也是一种解决办法。而若是没有隧道梗，又不是种植在沙子土壤，在种植前菜床的设计进行调整也非常有效啊。这在找机会拍摄说明，避免土壤板结的菜床实测结果。蒜头其实是不种水的作物啦，却反而种在方便取水的水池旁。这是因为避免土壤板结的设计啊，因为水池就在一旁，土壤就可以自己从下方吸水上来，直接避免掉从作物上方浇水之外，上方又有覆盖稻梗辅助啊，湿黏的土壤在蚯蚓的帮忙翻动下，土壤表面反而可以非常疏松啊。另外，由于这土壤遇湿则黏，遇到强日照下还会变硬啊，因此就直接种植不用浇水的作物，而不选择适水的作物原因啊。整理完之后，再记录一下目前的生长落差。环绕水池内部不同的角落蒜头呢，目前都长得比较粗壮啊。今年整理好水池旁可用的地，都全让给蒜头生长，因为蒜头生长的时间比较久，从铺设稻梗后，长草的问题就可以大大降低啊。另外，蒜头也是绿化环境的作物安排啊。另外一旁，这比较大块的预留菜床用地，原本是要留作种植西瓜，目前正在做垫高的动作。只是婶婶拿了几十颗田间种剩的小番茄苗，也就只好搭设简易棚架，先种再说啊。试问的是什么品种啊？只知道是种植了非常大的面积啊。既然是贩售的品种，理论上应该是好吃的品种，也就硬种了10颗啦。其他种苗又分享出去了，还遇到台风是还蛮有趣的过程啊。虽然有记录下来，但是没有时间剪辑啊，因为要事后配音真的很花时间啊。下方杂草丛生也是因为采用放养的方式啊。不过目前也进入了开花结果期啊，这算是刚好可以赶上过年的作物啊。最后，忠实的观众朋友，若是方便的话，过年期间再帮忙分享本频道给有在种植的亲友啊。频道的观看数实在会让人做得很没力啊。也因应过年顺道将场地做个简单修整。顺道再撒上一点草木灰来增加甜度啊。以上分享，谢谢收看。